各位电脑爱好者们，有没有在测试一些新开发的程序或者运行特定工具时，被 Microsoft Defender 实时防护频繁弹窗干扰？我有个朋友是编程爱好者，他在运行自己编写的测试脚本时，老是被 Defender 误判为恶意程序而终止运行。其实，只要掌握了关闭 Defender 实时防护的方法，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接下来就为大家详细介绍几种简单有效的关闭方式。Windows 的实时防护功能十分实用，不过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麻烦。比如我们在安装一个正常软件的时候，它可能会将软件识别为威胁软件，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安装。那这个视频我将详细讲解如何通过 Windows 设置、主策略编辑器及注册表编辑器等多种方式，灵活开启或关闭 Windows 实时防护功能。Windows 设置只能临时的关闭实时防护功能。当你重启电脑之后，这个实时防护功能又会自动的打开。主策略编辑器和注册表可以永久的修改 Windows 的实时防护功能。你重启电脑之后，这个实时防护功能的状态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你可以永久的关闭实时防护功能。开始之前，建议您先收藏一下这个视频，以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同时点赞关注一下，支持我为您创造出更多更好的 Windows 使用技巧视频。那我们先来看 Windows 设置，我们只需要点击开始，点击设置，在 Windows 设置窗口里边点击更新和安全，点击左边的 Windows 安全中心，右边有一个病毒和威胁防护，点击一下这个选项，打开 Windows 安全中心窗口，往下这有一个管理设置的链接，点击一下，在这儿实时保护缺省是开启的，我们给它关闭掉，那这时候实时保护就已经被关闭了，但这个关闭是临时的，等你再次重启之后，它会打开这个开关。你看右下角刚才也弹出了一个消息窗，告诉你实时保护已经关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病毒和威胁防护，你看这儿有一个启用的按钮，你点击这个启用，这个实时防护功能又开启了。那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主策略编辑器来启动或者关闭实时防护的功能。我们只需要点击搜索，输入 gpedit， 点击编辑主策略，我们打开本地主策略编辑器这个窗口，你看左边点击点击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 组件、Microsoft Defender 防病毒，下边有一个实时保护的选项。那右边有一个关闭实时保护，我们双击关闭实时保护，打开这个窗口，有3个选项，一个是未配置、已启用和已禁用。那现在是未配置的状态，我们点击开始，点击设置，我们先看看当前的这个实时保护是什么样的。点击病毒和威胁防护，点击管理设置。我们在 Windows 安全中心的病毒和威胁防护设置里边看，实时保护是打开的。回到刚才这个主策略编辑器里边，我们选中已启用，我们点击应用。那这个时候按理说这个实时防护就应该是关闭了，但是它并没有关闭。那为什么？因为下边有一个篡改防护，这个篡改防护是防止他人篡改重要的安全功能，这个选项现在是打开的，我们把它关闭掉，然后我们再重新看一下。你看这个时候实时防护就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你要使用这个主策略编辑器来修改实时防护的状态，就需要在这个里边把篡改防护给关闭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篡改了安全行为。如果我们想再启动这个实时防护，那我们就可以在主策略编辑器里边选择未配置，未配置关闭实时保护。那这时候点击应用，你回到这里来看，先看一下，这个实时保护就打开了，那前提是篡改防护也要关闭。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主策略编辑器里边的已禁用这个按钮是什么含义。我们选中已禁用，点击应用，我们回到这个病毒威胁保护设置页面，重新看一下状态。你看实时保护这儿变灰了，但是它的状态是打开的。已禁用这个按钮，它的含义就是禁止关闭实时保护。那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这是打开的状态，并且是灰掉的，那这样就没法关闭了。那我们在主策略编辑器里边来关闭实时防护或者禁用实时防护，那在 Windows 重启之后，这个状态是永久保存的，不是像设置里边是临时的。在设置里边你修改实时防护的状态，重启之后它就会又打开实时防护。那我们现在重启一下计算机，我们看看它的变化是不是永久的。好，现在我们电脑重启了，我们点击开始，点击设置，点击更新和安全，点击 Windows 安全中心，点击病毒和威胁防护，这里边我们点击管理设置。现在实时防护这个选项是灰掉的，并且是打开的，因为我们在重启电脑之前把这个主策略编辑器里边的关闭实时防护这个选项设成已禁用，现在还是这个状态。重启之后，说明这个主策略编辑器里边的修改永久保存的。如果你的电脑是 Windows 家庭版，没有主策略编辑器，那我们可以通过注册表来关闭 Windows 实时防护。点击搜索，输入 regedit， 右键单击注册表编辑器，点击管理员身份运行。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之后，我们定位到这一项计算机 Arch Local Machine Software Policies Microsoft Windows Defender， 我们右键单击 Windows Defender， 点击新建，点击项，我们给这一项起的名字叫 Real Time Protection， 然后在这一项的右边单击空白处点击新建，点击 DWORD 32位值，我们新建的值的名字叫 Disable Real Time Monitoring， 双击这个项，它的值是0，就代表不 disable实时保护。那如果要 disable 实时保护，就把它的值改成1。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实时保护状态。那现在的实时保护状态是打开的，那我们在注册表里边把它改成1，点击确定，再看一下实时保护状态，还是打开的。那我们把篡改防护关闭掉，再看一下这个实时保护状态就变成关闭了。因为我们修改了注册表，所以相对来说也是篡改了安全设置，所以篡改防护一定要关闭掉。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